最后一个，我可以被冻死，也可以被饿死，但我好想赢着。能不能让我再见一见他？拜托了，我好想他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云峥，云峥。我本来就要怕死了，但一想到你，我就一点也不害怕了。那群土匪是笨，才让我抓到机会。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你只要平平安安的，那就是对得起我。苏嫂跟我说你发生危险的时候，我快担心死了。还是我不好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害怕过。你没有不好，反倒是我，还要劳烦你来救我。抱歉啊。夫人，他们怎么叫我夫人啊？快把我放下来！我不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夫人害羞了。快把我放下来！我不。都愣着干什么呀？跟着呀！幸好夫人没事，不然小人也不活了。行了，咱们家不兴这一套，我这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？夫人，这是少主特意吩咐小人煮的姜汤，驱寒。多谢。哎，幸好夫人没事，不然小人也不活了。我刚刚安慰完平平战战，你这又来了。怎么咳嗽了？该不会是染风寒了吧？喂，你先把姜汤喝了。我不是给你写信说这里没事了吗？你怎么还是来了？我没收到信啊。四嫂跟我说，你遇到了山匪，我实在是急得很，就过来寻你了。没收到。四嫂把用在上官身上的手段，对我又使了一遍。
不过我现在能在你身边，我就安心多了。六弟，弟妹没事吧？大夫可有来瞧过？啊，我带了红参，给弟妹驱寒压惊。借不说。记得服用啊。六弟要与我说什么？你以为扣了静言的家书，便无迹可寻？六弟说什么？为兄听不。朝堂之事不要牵扯到内院。若你再把脏手伸到静园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少主，苍河镇800里加急送来的。老六需要的时候到了，我得帮他。少主，您不是打算中立？我本来是想着独善其身来着，但说到底，我还是对老六很有感情啊。这老四写了那么多公文过来，文章写的跟宰妖公一样，武祥镇的那伙人还上赶着歌功颂德，这一看就是后患无穷了。如今看来，还是老六沉得住气。直觉告诉我，应该支持他。老四在武祥镇还真是不容易啊，遇到那么多困难也都能克服。上上下下对他一片赞誉。武祥县县令也说他做得好。这老四是夸口了2句，啊，他也是怕自己的功被人遗忘。这也没什么，终归这灾情是过去了。哎呀，倒是老六这个人，这公文写的就2行字儿，这他写一本都不及人1页纸写的多。清剿匪学，并各出募集所得，苍河镇现有余粮6万担，炭火2万斤，足应急。复于送至旭山、崇陵2镇救济。真是惜字如金啊！对了，护政寺的账对完了吗？啊，请父亲过目。老六这一趟赈灾，竟只用了这些，吃穿用度倒是节俭得很呐。这苍河偏远，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人情往来。哎呀，老六这个性子吧，让他做点事儿行，但这场面上的事儿吧，他真不及老四。你这老四是治理司出身，这武祥又是大镇，他难免到了以后有些礼数上的应酬。是，这应酬款呢是多了些，但咱也能理解。他到了一个新鲜的地方，肯定是要替主上略尽礼数啊，才能办好事儿嘛。这老六怎么就不会搞这些？哎呀，看来这武祥镇的人情功夫是很难走得远呐。
如今少主汇报的折子都递上去了，婚定的时候一定看赏。是，如今少主啊，可是最得意的了。夫人，何夫人宣四少主夫人进去讲话。怎么是何夫人选的？夫人，请吧。辛苦你，把这些经书都誊一遍，静静心。回何夫人的话，妾怀着孕呢，身子沉，怕是不方便。我知道，你身子金贵，都备着了。备着。4位太医够吗？有任何事情，他们都盯着呢。抄了经文，心不外驰，妄想才能见息。善恶皆在一念间。怀身者，若不能积德，祸福都将与子息同在。听明白了？明白。还不动笔？川夫人因为尹松仪病不起，倒让一个侧室做了主。夫人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我还怕什么？他们都踩到我的脸上来了。别气坏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我要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争气。我跟少主都是庶出。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，若要是走不下去，我们的孩子也会重蹈我们的覆辙。去，把纸笔拿来，我要给少主写信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不能再妇人之仁。是。贵人，这雪越下越大，路要是再冰起来，这可又出不去了。我在路上撒盐，这样不给结冰。哪有那么多盐呐？你这脸怎么像冻柿子一样？冻柿子？哎，暖和暖和。说的像你见过冻柿子一样，没吃过吧？可好吃了。都说了这地方偏远，在县城里待着不好。不好。你生病了，我不放心。啊，我刚刚去山路上看了一圈，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路不好走，而且这里的人都用马拉车，换成骡子吧。骡子的脚掌比马大，比马更适合走山路，即使冰封的路，修修蹄子也都好走。真是个好办法，当真可行啊？在我家经常用驴子呀、骡子呀拉车的，什么路都好走。哎呦，夫人啊，真厉害，跟贵人一样，什么都懂啊。明章，贵人，贵人，贵人，怎么这么烫啊？啊，这怕不是瘟病吧？贵人啊，贵人。
被罚抄了半个时辰经书，也不久，但心里却很难受。我写的公文被返回来了，却没有主上的朱批。我们原本是5日之后启程返回。你现在就去找楚大人，告诉他，灾情控制的差不多了，让他好好善后。我们今日便回都城。是。之后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救灾不能出任何岔子。少主放心，下官明白。四少主留步！六少主病重，这苍安镇的郎中都不行啊！烦请您再找几位好的大夫去吧。是啊，还请大人们尽快派人呐！二位稍安勿躁，我这就去找人。有好有。快！哎呀，可别耽搁了。此计当断则断，与其日后追悔，宁我先夫人永绝后患。去找楚县令，嘱咐他解决。这个时候，不能把一个大夫放出城。去。是。曹夫人，你也别太着急。曹夫人，您看，他们回来了。喂，大夫呢？县令说了，大夫紧缺，腾不出人手啊。什么？可体报上明明说，武祥县的灾民已经全部安置妥当了，怎么可能一个人手都调不出来？四少主呢？他也不管吗？四少主今日启程就回新川了，小人就觉得此事蹊跷啊。是啊，楚县令啊，之前答应派人，可是不知怎的中途变了卦，说死了没有大夫。我现在就去县里绑人，抓也要把大夫抓回来。站住！知道你忠心，但你是军机，无令煽动，只会惹祸上身。曹夫人，曹夫人，少主醒了，少主醒了。你们在外面说的，我也听了大概。四少主先回都城，我先没回去，主上一定会问。眼下他要是想动手脚，就又是拖延节日，拖到我一命呜呼。但不用担心，医书我也看过几本，想来只是分化那个，把肉退了就好。这点事情我忙过去了，宫里迟早会知道，自然会派人来。主上万安，免礼。此次赈灾虽不易，但只要想到能为主上分忧，儿臣觉得辛苦了。老六怎么没跟着回来呀？哦，六弟偶感风寒，身体抱恙，还需多休养几日。病情如何？沧河偏远，需不需要从宫中派太医去啊？说是并无大碍，多休养几日便是了。六弟最怕兴师动众，而且他的侧夫人已经赶过去贴身照顾，他是个妥帖的，想来无事。你下这么多柴胡，会治邪入本经吧？说的也是啊，那就去掉一些，或者改用半夏泻心汤。贵人素有胃病，半夏泻心汤可以调理脾胃，用着也是不错的。对，照本宣科也好。三位，时间不等人，你们要是开好方子呢，我得去抓药。再等等。想了多久了还想？药方子最多3日1遍吧，你们倒好，1日72遍，这么怕担责任，做什么大夫？一个药吃下去，退了3分温，半夜又烧起来。等你们想的办法，人都烧坏了。站
侧夫人。地下郎中都送走了。楚县令听了四少主的命令，派了人过来。可是那几个破郎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开药方。桑河人再远，太医这些天也该到了呀，除非是根本没有派人来。咱们少主小时候啊也得过重病，我在宫里啊找了一天的太医，这个难呐！哎呀，本以为少主为了新川做了这么多事，这主上心里应该有他的位置啊。可是那许是路上耽搁了呢。玉萍，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们一路上迷路遇山匪，到这儿也才花了多长时间？咱们现在真像是被流放了。快别胡说了！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老天爷！你开开眼吧，好吧，老天爷，你看看我们少主多好的人呐！你可千万别让他出什么事儿。都别慌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先把热退了。药不能乱吃，食物总没错吧？你们俩跟我走。少主。大蒜粥不好吃，加点白糖吧。好，大蒜可以止寒痰、通肺腑，白糖可以温补。盐，以后每日的水里都加一些盐，可以补气。是，侧夫人。夫人。大伙儿过来啊，带了些东西。夫人，贵人心善，还给我一只鸡，这鸡下的大。这土方子，把鸡蛋打在黄酒里煮着吃，能驱寒。这是我们村里人酿的黄酒，给贵人用。不行，这我不能收。夫人，这些大白菜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，乡亲们都希望贵人早日康复。是啊，都希望贵人早日康复。对呀，多谢各位了。可这些东西我真的不能收。哎呀，夫人，这怎么能收下吧？这是贵人给我的批方，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还给你，夫人。谢谢贵人。多谢各位了。可这些物资本就紧缺，大家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多谢。姐姐，你能把这个给贵人哥哥吗？贵人，这是小孩子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收下吧，这是乡亲们的心意。那我就多谢各位了。太好了，终于退烧了。你知道吗？你在这里帮助过的每一个人，都给你送了东西。我们给你灌盐水，泡大蒜粥，最后用我家里的土办法，盖了好几层棉被发汗。这才去了文凭。哦，你知道我睡觉睡得沉，我怕你醒了我不知道，这样好一点。
辛苦了。不辛苦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这么害怕，比我一个人在林子里找不到路还要害怕。快好起来吧。印证，我们是要一起过一辈子的，是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一辈子。好。少主陈醒回来啦。来，坐。少主，怎么了？今日主上又问我，老六怎么还不回来？说很担心，想派太医过去。这都好些日子没有消息了。想要派太医，那就派过去好了。反正苍河镇那么远，等到太医赶到的时候，谁知道人还在不在啊？熙媛，慎言。少主，你镇定些。你从头到尾只告诉了楚县令一句：赈灾后期不可掉以轻心，就将郎中都留在县城中，以免情况生变。至于这个楚县令，他自己怎么做的，那都是他理解上的错误。与你何干？我其实从未想过要害他到。少主，妾都明白的。禀主上，何夫人求见。徐安。是。主上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快起来！请主上恕妾逾矩，妾斗胆想问一句，主上是不是要弃绝老六了？这是哪听来的胡话？宫里传了一阵子了，说主上对老六不闻不问，一同流放，是打算让他在那苍河偏僻之地自生自灭。真有此等传言？回主上，宫中确有传言，但都是些无稽之谈。主上怎会弃绝六少主呢？这些荒唐话实在是可笑之极，小人不敢传给主上听啊！荒唐！给顾查，一定要追本溯源。是。既然传言是假，那请主上赶紧派太医去苍河吧。妾让母家那边打听过，说老六病得很重。什么？恳请主上替妾保全这个亏欠多年的儿子吧。主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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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上。哎，崔夫人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这个，这日天气可真好。是，一切都好起来了。哎呀，尹江。
息出来了，还剩这么少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告诉你好消息，主上亲自下旨，召你回宫，还升了太医了。少主、侧夫人，哎呀，多亏侧夫人的精心照顾，你看少主这身体啊，恢复的又好又快。林太医，您这次可能是白来了。你身体都待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宫啊？多待几日，让朝中之人多一些难熬。不愧是我的少主。你不是喜欢看雪吗？这一次看个够。主上万安。老六回来了，身体歪了吧？已无大碍，谢父亲挂念。老石啊，你兄长在西北赈灾，吃苦耐劳，还重病了一场。今天他凯旋，你冷笑什么？兄有弟恭，3岁小儿都懂得道理，怎么还要人教你吗？儿臣不敢，儿臣知错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次赈灾，老四和老六都表现得非常好。老六的身体都大好了，就尽快的上朝。是。老四这次尤为辛苦，就赐你休沐3月，回家修身养性，好好歇歇吧。父亲，都散了吧。父亲。这些事情交给底下人做吗？少主是觉得妾怀了孕，就什么也管不了了吗？没有，怕你累着。少主是有话要跟妾说吗？六少主还朝了。你都知道了，我是怕你操心。
主上的重用，从刚开始就伴着猜忌。我们原本是一丁点机会都没有的，好不容易得了亲眼，就算是淬了毒的饵，我们也必须要上钩。怎么眼下碰到这么点艰难，少主就想要放弃了？熙然，我们以后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。主上已经对我不满，我怕继续这样下去。少主，命不是认出来的，是自己挣出来的。这个主上敲打四少主，一目了然。哎，回来了。六哥哥，阿仔好想你啊！他们说你生病了，阿仔和母亲都很担心你。何夫人带了山参和灵芝给你补身体。谢谢母亲。快坐。正好，这厨房做了羊肚汤，咱们一起驱寒呢。稍等。羊肚，你什么时候吃这东西了？都是因为他。真的呀？我听带他的嬷嬷说，就没有人能让他好好吃饭的。哥哥，其实母亲总问别人，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他小时候肯定比现在更挑食吧？何夫人，您不知道，是他挑食这个毛病啊，有多困难，得像带银仔一样，连哄带骗让他吃。比如他不喜欢吃羊肚，羊肚长得像菌子，我就骗他说那是菇子，让他吃下去。他虽然不喜欢，但对他身体好。我知道那不是羊肚，就不愿意戳穿你了。你不也吃了吗？他有你啊，是他的福气。何夫人别这么说，有他是我的福气。你还叫我夫人？母亲。哎，来啦，羊肚汤来啦，您快尝尝，独家配方。尝尝。十一少主。要不我还是回去睡。不行，你在参合镇的时候，我都只能看着你才能睡得着。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会失眠的。来吧。我想吹个灯。不用吹了，这小童的声音。你知道你在苍河镇生病的时候，我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
在想，如果在我的照顾下，你还是死掉了的话，那按照心传律例，我应该是要被问斩。我就在想，是直接殉情呢，还是等候问斩？后来想着想着，我竟然一点都不怕死了。只要能在你身边，好像怎么样都可以。你刚来新川的时候，可是一心想当寡妇的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说不定就是没。我胡说的，这种话以后不能再说了，不吉利。这有什么呢？当寡妇，要死了。南风邂逅云路，月光轻缓。我记得你身上有许多怀洞。不过寻常这件也有吗？为何心有恍惚？为何我不信，踌躇？我要亲自查看一下。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，语不惊，言不误，心生几分情愫，话不满，情不露，何处倾诉，眼眸中所属。此时已千言化为风，万年散为雾，往昔写为书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笔触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意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三餐，四季共度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睡不着。再睡吧。你不是要去成行吗？不急，时辰未到。反正时辰未到。你干嘛？主上，今日晨行，四少主先来了，一直在殿外候着。知道了。主上，我去给你拿药去。这四少主寅时就来了，一直等到了现在。您说他会不会没明白主上的意思？主上让四少主恢复休息，就是不想见他，要冷他一冷。整个宫里啊，四少主是最明白的，要不现在也不会是个戴罪的姿态。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但太识时务者只能是俊杰，不能是人容。小的明白了，以后在主上面前，你可警醒着点吧。
这些日子就应该在家好好休息，让李威给多弄点好吃的。是。主上万安。哎呀，这老六身子骨刚好点儿，婚定成亲就暂且不必来了，在府上好生的休养啊。儿子已经打好了，父亲放心。父亲，这六弟就是嘴硬，要不是苍河来信，我都不知道这回事儿。他在苦寒的苍河镇高烧多日不退，病入膏肓，呕血不止，奄奄一息，差一点他就在苍。我是得了温病，又不是中了鹤顶红。老六，你受苦了。这三哥也是夸张了，儿子吃了几服药，再加上李威追着10步，身体比以前还好了。哎呀，你们家那位在饮食上确实是个偏才。回头我让梁石去趟太医院，找一些对症的补药。取一些送到你府上。谢父亲。退下吧。是。老四，你这一手可实在不太高明。三哥，此话何意啊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长袖善舞，八面玲珑，朝中人嘛，谁还没点城府？结果你却是心术不正，竟要害自家兄弟的性命。你人心狠也就算了，还笨。这种事怎么能做到滴水不漏呢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三哥，误会啊！父亲近来身子不好，我怕他担心，才不敢上报六弟的病情。我若知道事情如此严重，我定会赶去苍河，亲自照顾六弟。四哥，你说这一念之差，是偶然冲动，还是有意为之？老四，好自为之吧。六弟与我其实很像，都非嫡出，唯有蛰伏方能求存。但你后发先至，我有机遇时，你已在场中。既得了好处，就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吧。四哥，你我可不像。这条荆棘路，即便再难走，我也不会伤及自己的手足。父亲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向父亲请罪，求父亲责罚。父亲，儿子不孝，让父亲失望了。儿子愿领受100棍，在家禁足，每日手抄佛经，为父亲
和六弟祈福。老四，顾从前真是小瞧你了。你以前跟随老二，觉得程府尹第一长主就是跟随正统，顾也不会因此猜忌你。做到忠心的好弟弟，终归是比其他人离这座殿宇更近些。可是老二将你的胆子喂大了，胃口也喂大了。你担心老六压着你，就想着封爵消息，让老六悄无声息地死在闭塞的边城。父亲，儿子绝不敢这么想啊！父亲，儿子只是怕父亲担心六弟的病情思虑上身，这才不敢声张。儿子发誓，真的只是一念之差，绝不敢随意谋害手足啊！若老六死在边城，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？我错了，父亲，我真的错了，父亲，我以后肯定是自己过，绝不再犯。父亲，这次酿成大错，儿子不敢请求父亲原谅，儿子只求父亲责罚，好让儿子心安啊，父亲。老四，为父之所以要把这些事情跟你说明，就是希望你能明白为父的用意。但愿你这次认错，确实是真心的。父亲，父亲，来人呐！快宣太医！太医！父亲，太医，快宣太医！主上这个病是外邪侵袭痰火阻窍所致，险致中风啊，幸发现及时。不过从今日起，万不可再劳神了。臣先开些药，往后还请主上清淡饮食，避风防寒，静养调理才是。知道了。徐太医，请。主上今天想到我这儿，说明我这忠义殿目前是最安全的。夫人，慎言。我确实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心里怨故，若不愿再测，先回去歇息吧。谢主上。主上，
妾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，不当讲。说。主上有10几个儿子，病了，却一个不敢见，自称孤者，把身边所有的人都算计遍了，自然一个都不剩。若能回到初时，我绝不让我的儿子走这一步，做一介草民，一世安稳。至少不是孑然一身。主上都7日未曾上朝了，每日都要点报告，就是退朝，也没见主上的面呢。这治理司的公文都堆成山了。诸位大人辛苦了，小人会将折子转呈主上，今日就先请回吧。下官斗胆僭越问一嘴，听闻主上谁也不见，也不让少主们去市集，可是真的？主上确实没让少主们市集，是因为主上舐犊情深，怕把病气过给少主们。求总管提点，依循旧例，这个时候我们治理司就应该预备原主的册封礼了。眼下是不是也？林司长，原处之事，是你该打听的吗？父亲只是病了，你却在这里聒噪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打你信不信？三哥稍安勿躁，几日未见主上，大家心中担忧。若是你们知道什么消息，不妨说出来，好让大家关心。我有什么消息？父亲谁也不见，我这都担心死了。林司长他们也是担心啊。治理司职责繁重，若是知道消息，还可以提前准备。准备什么？是未雨绸缪，还是心有旁骛？有些心思，还是收敛一些吧。嬴政，吃饭了。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在担心主上。这几日流言四起，说什么都有，也有不少人问我有什么打算。今日除了三哥和七弟，就没有人真的关心主上。我是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，但没想到这摆在台面上会这么丑恶。臣下上朝应谋，图的是俸禄，担心日后无靠，所以才露出了丑恶的一面。若万事顺遂，他们也会好好上工的。不对同宅求情义，会轻松许多。况且你也说了，还有与你一样的兄弟，同样关心主上。毕竟是血亲，更有可能不图回报啊。这便是传承的意义嘛。你放心，主上定能感受到你们的关心的。
去吃饭吧。少主，快吃饭吧，粥都凉了。给趁主准备的牛肉松，刘宝全已经封好了。可父亲不肯见我们。趁主不见你们，定是有他的顾虑。但有一人，他一定想见。让开！难道我连我父亲都见不得了吗？让我进去！上令，有人不能入内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不管治什么罪，我都要见他。父亲，梁总管，梁总管，主上宣尹齐觐见。父亲，吴少主，就在这儿见吧。太医嘱咐了，主上不可吹风着凉。也是。现在就只有梁总管还肯喊我一声少主了。我一介平民，怎配面主？自然要隔着这屏风架子。问主上安，主上身子如何了？无妨。既然无碍，我也就不用担心了。不敢打扰主上休息，我告辞。父亲，吴少主不能进，主上不见少主是怕你们染了病气，更何况主上还需要好好静养。放屁！天下没有哪个儿子见父亲还要隔着这破屏风的，躲开！父亲。你是怕有人动了歪心思，如果病情外泄，就会有人盘算起来。但如果真有谁这么不怕死，您就打他、骂他、罚他。但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人都打死啊，因为还有很多人只是挂念你，担心您的身体啊。父亲，家里人不应该这样。下个月就是您的生辰了，难道儿子们还要隔着屏风外面给您祝寿吗？啊！老胡啊，你还记得为父的生辰？当然记得。天下没有哪个做儿子的不记得自己父亲的生辰。只是儿子不争气。但如果父亲还肯认我就给您侍祭、祝寿、尽孝心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新川主这次生病，五哥也很担心吧？他虽然嘴上没说，但心里其实特别着急。一收到你们的消息之后，立刻快马加鞭赶了回来，把马都累坏了。
嬴政也是，这几日寝食难安的，人都瘦了一圈。不过好在现在没事儿。哎，那你们这次回来是不是能多住些时日啊？嗯，主上想让老五在宫里面多待些日子，我们也就不着急走了。我也想让他多陪陪父亲嘛。你和我少主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你就知道，这要说我，你呢？已经做好决定，以后就留在新川了。不过还是很担心。我之前连镇上的里长都没做过，一下子就要管理这么多事情。但又觉得，只要嬴政在，我就安心了。哎，你跟我说说你们俩走江湖的故事呗。你们去了这么多地方，我都没去过。要是有机会，我也想鲜衣怒马，仗剑天涯。鲜衣怒马呢？你会骑马吗你？好像不会，但我可以学啊。师傅，你教我吧。那就让为师好好考虑考虑吧。那师傅您辛苦了。5个骑马好像不怎么样哈。不怎么样，太笨了他。父亲这几日精神终于好了，我们做儿子的也能近身伺候着，也是放心了。哎呀，前些日子让你们担心了。只要父亲能康复，我们就算每天担心着睡不着，也值啊。父亲身体尚未痊愈，不宜见荤腥，您怕营养不良。李薇说，肉松配粥补肾开胃，您尝尝。肉松，尝尝。哎呀，连着几天喝粥，骨口中淡得很，这玩意儿真不错。这么多天，主上终于有胃口了。哎，肉松咋做啊？看着不错，一会儿都给我送一份。我心里头牛了。哎呀，老六有心了啊！回去也替姑谢谢李薇。哦，对了，你一会儿带着口谕回去，就说下月初5，封李薇为六少主夫人。多谢父亲。行，你瞧瞧你，姑赏了你不少好东西，可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开心。父亲，这老六最宝贝的就是他家李薇，这回父亲终于答应了，他肯定开心啊。阿仔喜欢六嫂嫂，阿仔也高兴。高兴。四少主携夫人求见。选。主上万安。月份都这么大了，应该在家安心养胎，怎么就跑出来了呢？老主上挂念，妾肚子里这个很乖，走动也不费力。听闻主上身子好些了，准人探望，妾和四少主自然是非来不可。老四啊，你们初为人父母，怎么就这么不知道轻重呢？父亲教训的是，儿臣一定细心照顾好他们母子。只是，这孩子将要足月了，想着先来拜谒，好让父亲安心。回去啊，好生让地下人照顾，千万别弄出岔子来。谨遵父亲教诲。父亲既然无恙，
那儿臣与西园就先行告退了。那我们大家继续吃吧，快吃吧。哎呀，这老四也马上就要当爹了，你们弟兄几个可也要抓紧了。尤其是你老五。这么长时间不见了，我还以为你这次带着上官郡主回来会有好消息呢。母亲，我们在江湖这不太方便。再说我们两个回来，这也算是好消息啊，是不是？算好消息。但大家都盼着孙辈儿呢，抓点紧。好，对对对，主要是老五你啊，有困难要克服。三哥也是啊，我好，老六来，都快一点啊。不能再等了，得在外面找几个稳婆想想法子。这个孩子必须和主上同一天生辰。嬷嬷说了，你体质不足，孩子养到足月生的危险。你这样强行催产，怕是更会损了身子。身子不好补养便是，总能养好的。这个孩子，他生在我们家，那就是我们四少主的府中人，他就有责任跟我们一起搏前程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你有任何的风险。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，现下连主上的忌惮都不算什么。只要这个孩子，他是长孙，他的分量就不一般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可你想没想过，万一不是儿子？没有万一，他必须是。如果他不是儿子，妾也会让他变成儿子。不用避讳，直接说吧。啊，是，大体都痊愈了。只是未来半年，还需多加静养，不可劳神呀。哎呀，孤生了这场病，人是虚了一点，但也不是纸糊的吧？哎，怎地要天天喝那个汤汤水水的？父亲大病初愈，还是谨遵医嘱为好。但徐太医，今日是主上生辰，能否先宽限一日，再行几口？啊，是。还请主上记得不能饮酒啊。徐太医啊，忌不了口就敬酒，非得限制孤一件不成？下人先下去了。禀主上，四少主夫人生了一名男婴，给主上道贺。哎呀，都说快到日子了，没想到是今日。恭贺主上！主上，四少主怕劳动主上，自己带着孩子来了，在殿外候着呢。快请进来吧。宣四少主觐见。儿臣恭贺主上生辰。着今幸不辱命，为新川诞下长孙，愿主上福寿绵长，新川太平长安。可真是福报啊！本来都说是半个月后才生，没想到我这第一个大侄子这么聪慧，和父亲竟是一天生辰，这一看就是有福气啊！好，快把孩子抱过来看看。哎呀，糊头糊脑的。来，盖上。哎呀，
都是当父亲的人了，孩子刚刚出生，不要外出见风。是，儿臣是想让父亲尽快见到长孙，顺便恳求父亲恩典，为长孙赐命。先把孩子抱回去吧，好生看过。赐名一事，给我再想一想吧。是。主上，这是六少主送的，说是主上近日怕寒，特地在垫子边缘铺了铜枣，里边还放了艾草，能热乎上1、2个时辰呢。哎呀，老六有心了。不错。护政司最近这几日事儿，倒是都办妥了，但可见的不仔细。老四的心思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治理司庆封长孙的折子早就备下了，前脚孩子咕咕坠地，后脚就递了上来，这墨迹都不知道干了有几日了。徐太医嘱咐过，主上不可劳神，这些折子也不急。朝堂上的事不能拖延，一旦耽搁，这折子就堆成了山。再说了，不看这些，又怎能知道他们都在盘算着什么？梁氏啊，是，你是哪一年进的宫啊？小人是9岁进的宫，11岁到了少主别院侍奉，便跟了主上了。这一晃多年，你老了，姑也老了。最近看着这些儿子们，姑便想起了年轻的时候。终究是力不从心了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都能独当一面了。这一病，就什么都想开了。有些决断，其实没什么要紧的。反正都要选，总得选那个最好的，心思都用在百姓身上的人。恭迎主上，不想主上亲至，儿臣来迟，还请降罪。好了，你本也不知姑要来，此番前来是有事要问你。姑欲巡守四方，你待如何？父亲让儿臣做什么，儿臣便做什么。好，那便随姑一同巡守去。这怎么不愿意？不敢，只是儿臣与三哥一同掌着护政司，公务繁忙，恐怕老三那边有老六指点，不会出岔子。指点。老四，姑与你直言，你是极好的臣，可如今杂念太多，要想成为良兵，尚需修身养性。若你愿意，便同姑一起巡守；若不愿，姑再安排其他去处。儿臣多谢父亲指点。姑分明记得，
你儿时怯懦安静，总是跟在老二身边，并无他想。可如今，为何会这般？是何时动的念？是姑决意让你管护正司，还是安氏怀身？安氏强行催产，温婆已经招供，姑不能听任这样的祸水在你身边。或许得给你换一个夫人。父亲，是儿子德行有亏，野心昭彰，宽内院女子何事？要罚，便只罚儿臣一人，怎可怪罪于西园？若父亲觉得儿臣不堪用，那就像处置二哥一样处置我吧。可是西园与这一切无关。父亲，她是我的妻子，对儿臣来说，妻是相濡以沫的人，不是恣意献祭的贡品。父亲，罢了，你有此等真心，日后若能用在其他的人和事上，方能长久。谨遵父亲教诲。长孙单名一个彻字，彻，通透见底也。望他日后警醒，做一个彻头至尾、清澈明了的人，不蹈覆辙。儿臣谢恩。少主这又是何苦呢？方才，少主若是愿意割舍了妾，或许事情还会有转机。从还没有人看到我的时候，是你选中了我，我也只有你了。可是我食言了，当初许你的前程，都变成了镜花水月。其实，只有少主才愿意给妾这样的庶出一个前程。父亲也肯带我去巡守，就是许我悔过自新。西园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好吗？至少咱们的孩子再也不是庶出，传承更迭，总能走得更远。啊！六少主到。参见主上。免礼。
之前答应你扶正理事，在姑动身之前，你们就把册封礼给办了吧，也算是姑看着你成家。谢父亲恩准。但可否先让儿子带李维去一趟济川，拜见岳父？也罢。哦，对了，九川事务司有济川来的，记得问问他，这女婿上门都有什么规矩，可不能失了礼数。明白，明白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另外有一件事儿，姑要同你商量。下月，姑就要巡守新川，在此期间，你当如何？若需要儿臣陪同，那我便和各司提前规划好行程；若需儿臣留下来，那我便做好分内之事，辖理好九川事务司。如果姑让你代理朝政呢？那自然是先和父亲请示，权责划分，督促少主要臣各司其职，大小事情谨慎处理。如果遇到不能决断的，800里加急禀报主上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这枚原储印信是姑当年从先主手中接下的。嬴政，姑现在把它交给你。儿臣定，勿辱使命。别！如今你已是远处了，按照规矩，不该对下官行礼。入朝之际受先生一拜，如今先生也受我一拜，能得先生相助，3生幸事。恭喜少主如愿以偿，新川也算是交到了最适合的人手里。不瞒先生，全无欣喜。重任在身，不履维艰。你能这么想，那就能说明主上没有看错人。我今日来是想问先生有何打算？凭先生学才，这9司衙门任凭挑选。少主赏识，我是感激不尽。但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比起朝堂，更乐得在这书房里躲个清闲。行，我懂先生意思，明白了。哎，我听说你马上就要去济川了，见岳家可是不容易啊。我要是有个宝贝女儿，
即便你是新川少主，我也得好好的刁难你一番。刁难我，我心里有数。